大家好，由于这区块的土壤是从挖深水池时取出的土壤，光用看的就感觉太过于单调。影片一开始直接闲话家常起来，这位置前一天已经埋下了腐殖炭灰土，刚好有观众朋友提到朝天椒种植的问题，顺道就纳入土壤改善的过程。在进行改善调整土壤前，先来看一下一些作物生长的进度侧边利用豇豆挡日照的棚架大致完成，目前已经有看到花苞的现象。至于开花期遇到连续降雨的百香果，目前看起来新的花苞自然授粉成功率非常低这在有午后雷阵雨的期间有空的话可以补上人工授粉，来提高结果率。这棵朝天椒是去年种植，顺利度过了冬天，天气一热就又开始结果了。只是这位置的土壤很是单纯调整土壤顺道整并清理一下堆草槽。堆草槽使用与养土的方式，则在下部影片进行补充说明。下方比较接近镜头的区块已经调整好土壤，现在利用实作的方式来回应朝天椒生长数量的问题。辣椒对于腐殖土或是有机质的反应算是非常喜爱，只是采用直接补充土壤的有机质，算是会有长效的反馈要快速反应的话，以腐殖土或草木灰等钾元素会快一点。现在直接改善土壤的方式，是要在这棵朝天椒周围在离底根处约10公分外，埋下发酵后的腐殖土。刚才先拔除青葱时，也可以发现土壤已经黏住了。这在夏天时没有采用立垄种植的方式，就会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而最近忽晴忽雨的天气，往好的想，刚好可以帮忙面对灌溉河道停水的窘境上一部影片带狗在田间溜达其实也是在呈现稻子收割后的样态。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在下午3点，没有日照，却雷声隆隆原以为只会是下在山上，但天气实在有点难料好处是没有强烈的日照，可以快速将此区块进行调整。翻松土壤的过程，可以发现一经过翻动后，下方土壤的颗粒状就可以分解开来。这样的土壤结构再略微调整一下，在种植与整理上就可以很轻松这很快就会有蚯蚓自动进驻。前院的土壤结构因为无法垫高，则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也是觉得在后院整理会快速有成就感的原因挖起的土壤因为有湿度，颜色就会比较黝黑。不过补充上的腐殖炭灰土又更黑选择先埋入土里，除了可以让根系更快速吸收到养分，另外这腐殖土多少带有草籽，也容易控制住生长的位置。观看整地的过程，大家也可以先注意一下一旁这株朝天椒目前生长的状况，这样几天后也才可以见证生长的变化。接着赶在雨势来临前的舒服气温将刚才拔起的青葱分株后，又种回到外侧。青葱的生命力很强，不用担心移植失败。这也是一开始采用直接拔除的方式，顺道进行断根。由于后院的地势比较高，所以虽然是多雨的季节，
种植的深度跟走道一样深也不是问题。如果是种植在连日降雨后会积水的位置，建议就别种植得太深，避免烂根啊。逼不得已的方式就是连日降雨后，把青葱先拔起，等雨停后再种下，也是一种办法。青葱的韧性非常强，干放1星期都还很容易存活。现在开始加大青葱种植的空间，其实已经进行台风来临前的布局。若是不想要在台风来临时面对高菜价，空心菜、地瓜叶、苋菜都是可以种植备用的水菜啊。水菜种植完毕后，若是平时对于青葱有不小需求，青葱现在赶快种，就会是高 CP 值、雪中送炭的配菜。个人的感觉，今年的雨势走法跟去年差很多了。只要雨水往中南部走，又紧接着天气酷热的话，会有很大的农损，容易造成高菜价产生。反正如果要防台，不能等到台风来临才准备变势。而虽然现在感觉雨滴越来越大滴啊，但是实际上呢，影片是因为有进行加速啊，不然土壤一潮湿就不会这么好挖了。加紧种好的原因，也是希望可以省掉浇水的步骤。相对于大太阳，现在下毛毛雨的状况呢，反而是相对舒服许多啦。而赶在真正降雨前，堆草槽的腐殖土壤已经用掉不少。除了这一槽已经补好腐殖炭土呢，更内部的位置补土之外，也将青葱都种完，甚至一旁的丝瓜底根处也都顺道一起完成。这只要做一遍就可以撑很久啊！只要是封闭的菜床，就可以分批慢慢做。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下一部影片再来介绍这鼓风式菜床是如何使用与养土的过程。以上分享，谢谢收看。